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很久没有更新这个列表了。这个列表是讲统帅他们的年龄、之前的职位，还有他们死亡原因、来自哪一个文明等等。因为之前我就是有做过一个影片，讲为什么骑兵这么短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统帅平均的年龄都是挺短的。所以就变成说在游戏中骑兵也是死得挺快的，很快就会被人家替换掉。那久违的我们来更新一下这个列表，到底骑兵有没有长进，然后工兵他们的身份到底有没有比较明显一点了。因为工兵的统帅大多数都是不知道他们的职位，不知道他们的年龄，不知道他们的死因，因为有很多统帅都是传说统帅，就比方说吉尔加美什。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骑兵的部分。那在之前我最后一次更新的时候，好像是在我讲到查士丁尼是骑兵目前寿命最长的统帅，因为他的年龄到达102岁。但是当时候除了查士丁尼之外，其他的统帅平均寿命呢都是20多岁到50多岁左右，就是偏比较短一点的。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兵种呢基本上都是超过60岁以上的。而且因为那时候骑兵真的比较烂一点就是很快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在猜测是不是因为年龄而导致到这些统帅这么快被淘汰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看下来又好像不是，因为查士丁尼虽然他的年龄是比较大，到102岁，但实际上我们在游戏中使用他的次数还有那个时间呢也是挺短的。也就等于说短命就是骑兵的特色啦，不管他实际上阵亡的时间是多久，就算他是到102岁也好，他在游戏中短命就是短命了的。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统帅啦。那贝利其实是被查士丁尼给刺死的，贝利其实是查士丁尼的部下啦，所以这边两个人呢有一些小小的啾啾，但是不是只有骑兵有而已啊，因为在步兵还有在工兵呢也是有这种比较 drama 的剧情发生啦，应该是讲历史。那艾莉诺我没有想到他的年龄还是挺久的啊，不愧是理查他妈可以活得这么久，80多岁了，在骑兵里面已经算是很神奇了。然后亚瑟王呢，因为在我搜索的资料里面呢，他们说他是属于传说的，所以就把他的年龄放成未知。然后战死呢是讲传说中他是战死沙场的，所以就把他放在战死这边了。接下来就是速不台72到73岁左右，然后江汉战的年龄算是比较大一点了，他到82岁，而且他的结局呢其实都算是比较好了，就是寿终正寝。接下来大卫四世呢就是兵士，他50多岁而已那比较离谱的就是阿卡琉斯，他又扑上了以前骑兵的后尘因为你们可以看到短命鬼呢基本上都是在骑兵这里包括项羽、亚德维加、贞德、霍去病，基本上都是在20多岁就死掉了，甚至40多岁、30多岁都有了。那阿卡琉斯呢，因为他也算是属于一个神话的统帅所以他那个年龄呢基本上也没有设计到太长了，因为他的死因呢射箭射到他的角落，所以死掉的。所以我这边放战死了，但是他的故事也是蛮有趣的，但也是比较英年早逝的一个统帅之一啦。所以严格来讲，官方之后设计的一些骑兵统帅呢，他的年龄有稍微拉得比较远一点让他们活得比较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我吐槽过讲骑兵的寿命太短了所以他们才设计一些寿命比较长的统帅放在骑兵里面。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之前骑兵统帅的寿命呢，没有一个是超过70岁的，没有一个。他是后面查士丁尼出现之后才开始慢慢把那个年龄比较长的统帅呢放进去骑兵里面。那事实证明也是有稍微提升一点那我们不要看查士丁尼这个部分比方说艾莉诺其实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玩家会使用艾莉诺，他在那个时期也是称霸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不管是驻防旗帜要塞还是在埃及之战里面的表现都是非常优异的。速不台的话我估计应该还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至少他的存活时间是比起查士丁尼还要更好的。因为如果是计算骑兵统帅他们推出的那个统帅顺序呢，这一次出现驻防嘛，下一次出现集结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搭配速不台使用的，所以速不台估计应该还是可以再继续使用了。江汉战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用的，虽然我是讲他单体统帅，但是以现在这个全新的体系来讲，至少
少他可以存活2代的骑兵统帅。然后剩下这2个呢，因为大卫士师他野战表现并不是很好，而且驻防体系一直都是在步兵那边的，所以有很大可能还会被替换掉，他寿命短也是合理的。阿卡琉斯，因为像之前我们讲过年度统帅朗纳尔，他实际上用的时间很短而已，所以也不排除阿卡琉斯之后用的时间也会挺短的。但是我觉得圆形范围 AOE 骑兵统帅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啊，我不觉得阿卡琉斯会很快死掉，所以这边暂时保留一下啦。所以平均下来呢，骑兵寿命还算是偏比较短一点的。接下来我们看步兵的部分，步兵统帅近期就加入了一些新的统帅啊，就比方说德川家康、孙武之类的。比较有争议点的就是孙武的部分啊，因为我搜索的资料是说孙武在晚年的时候隐居了，就是讲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死，他死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他隐居的原因就是要去钻研他的那个孙子兵法，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统帅基本上都是超过70岁的，在后期白起也是活蛮长一段时间了。那白起他这边的死亡方式呢，就是被刺死，然后刺死他的人呢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然后刚好这2个统帅的兵种就是一个工兵一个步兵啊，然后白起是步兵，工兵是克制步兵的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德川家康是因为他在晚期日本战国时期他统一了整个日本嘛，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战死之类的，他就是寿终正寝生病死掉的。那伊瓦尔是让我比较感到意外的吧，原来他是国王嘞，我还以为他是将军之类的。不过他寿命也是活得挺久的，以他那个年代来讲啦，因为他这种时期呢好像是公元时期差不多12年的时候出生的一个统帅来的，所以他能在那个时期活那么长时间是真的很难得，甚至他是在这几位统帅里面寿命是最长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啦，这边步兵的统帅平均值呢都算是挺高的，尤其是中间这几位统帅啊，80多岁啊，怎样活的75岁、70岁、73岁、79岁都是平均年龄都是挺长的。他唯一命最短的一位统帅呢，应该就是华莱士吧，就31岁到33岁左右就死掉了。当然还有一些位置啦，但是听说18大王其实他在很晚年的时候都还有在打仗啦，所以估计他的年龄应该也不会太低才对。至于他的老婆哥哥这边也是位置，但是他老公都这么老了，没有理由他自己也是很年轻啊，没有理由你一个80岁娶一个20多岁，诶，他是国王哦，也有可能但是他这边搜索的资料都是未知啦，所以就不知道啦。接下来我们来看工兵谜一样的统帅，因为工兵的统帅基本上就是找那种传说级别的统帅啊，就是完全不知道他的资料啊，就是很神奇的存在。就比方说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未知一大堆未知的统帅，哎呀，那最近更新的统帅呢就有包括珍珠崔莹、嬴政、沙普尔，那其实下面应该还会有3位统帅才对的，就包括接下来推出的2位新的工兵统帅，还有1位就是年度统帅啦，所以才会看到为什么列表会比起骑兵的还有步兵的更短一点，就是这个原因啊，他们这边更新会稍微慢一点。不过最慢的其实是领袖统帅啦，工兵不算是最慢的。然后这里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他们之间的 drama 了。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崔莹跟李成桂都是韩国统帅嘛，其实崔莹是李成桂的部下，当时候李成桂是国王，那崔莹是有叫李成桂所发动那个兵力要去打当时候明朝，但是当时候李成桂没有答应，而且还说崔莹滥用职权去动用他的兵力，所以李成桂处决了崔莹啊，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崔莹没有办法搭配李成桂不要跟他们2个放在一起。另外一个珍珠也算是挺厉害的，因为在当时候他是作为苏丹的职位，苏丹你们可以理解为算是国王啦，可以说他是阿拉伯版的武则天这样子，但是据说他的死亡呢是被他的侍女所害死的，所以才可以看到他的年龄其实挺短的，也是40岁到50岁左右而已。但是后面这几个统帅都是寿命挺长的啊，就比方说像海尔曼寿命挺长的，崔莹也是算寿命挺长的，没有想到70多岁还想要去打仗啊，这样他是真的是大将军呢，是真的挺厉害的。沙普尔也是活到70岁啊，他是病逝的。至于前面这些统帅呢基本上都讲过了哦，不过西德这边忘记改了，西德
德据说他是国王来的，但是也是因为饥荒跟瘟疫而死的。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领袖统帅，这边列表会稍微短一点不过他这边还是有一个年度统帅赫克托尔。那这边领袖统帅呢就没有什么太多 drama 啦，基本上就是赫克托尔跟阿卡琉斯那边战斗嘛，然后他跟阿卡琉斯单挑的时候就被阿卡琉斯给打死了所以这边就讲他是战死的，而且挺年轻才30多岁罢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边领袖统帅基本上都是皇帝、女皇、将军之类的，就是他的职位都是偏比较高一点多数的皇帝、王后全部都是在领袖统帅这里的，而且后续这些推出的新统帅呢，也是有国王皇帝尤其是这个阿方索，他是皇帝不是普通的国王来的。还有大将军国王跟将军在一起的都有，但是他们的那个死亡方式呢，就有比较多是因为鼠疫啦，就比方说像那个玛格丽特跟匈牙提都是死于鼠疫的。还有一个比较意外的就是这个马加什，他才47岁就中风死掉了。但是这边命最短的应该就是这个赫克托尔吧，30岁到40岁左右，因为之前看到的记录也是有40多岁死亡了啦。就比方说迪奥多拉48岁，但是没有比起赫克托尔还要更短。寿命最长的就是武则天毕竟他是皇帝嘛吃得好住得好，而且他还熬死了不少的老公OK， 大概是这样子吧，关于统帅他们这里的记录。所以基本上也是跟之前差不多吧，就是骑兵平均的年龄算下来依旧还是最短命的然后工兵呢这边就有稍微好转一点因为可以看到后续的统帅呢都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年龄是有真实存在的统帅，而不是那种什么传说的统帅之类的。像之前这个真的太离谱啦，这么多位置，他到底位置什么东西，全部都是那种不知道哪里挖出来的统帅或者是传说人物。至于步兵统帅他们这边的平均寿命呢还算是比较平均一点就是没有说很长命或者是很短命，基本上就大概50多岁左右。至于领袖统帅最多皇帝的地方呢，还是在领袖统帅这边，全部都是皇帝皇后之类的。这边看一眼才发现到工兵其实很少都是寿终全部都是生病死掉，不然就是发生一些事情像自杀之类的。反而寿终最多的居然是步兵所以就讲为什么步兵可以用到死，可以用到这么久的原因应该就是这样子一大堆长命的统帅，不然就是寿终正寝的统帅。骑兵也是开始慢慢有一些统帅都是寿终正寝像是艾莉诺、苏布台、江汉赞，所以估计骑兵也是会慢慢好转起来啦，可以用的时间久一点了，我希望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今天这个影片呢其实跟游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只是讲这些统帅他们在历史上真实的年龄，还有他们死亡原因跟职位之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是蛮有趣的所以才制作了这个内容。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因为我这边搜索到的资料呢全部都是来自网络啦，如果你们是当地的玩家，可能知道真实的原因或者是有错误，可以稍微提醒一下我。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